回顾往期作品，我留意到大家对7年时间里世纪的变化很感兴趣啊。我想看着一样东西不断的发展变化，心中一定感慨良多吧。那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，看看射击游戏几十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让我们一起回顾历经58年射击游戏的变化。1962年，第一款射击游戏《太空战争》诞生了。你将和小伙伴在同一台设备上对打，画面由简单的线条构成，玩家仅能做出前进、喷气加速、转向以及开火4种操作。飞船前进时会在太空留下残影，玩家的子弹可以抵消敌人的子弹。由于引力的作用玩家的飞船会被中间的行星吸附过去，躲避不及就会撞击。那么在59年前，玩到这款射击游戏的代价有多大呢？该游戏发布于 PDP-1 的设备中，把当年设备的价格按购买力换算成现在的价格是720万人民币，还不包括游戏编程等费用哦。可以说这款射击游戏的存在意义不是用来玩的，而是用来展示机器性能罢了。9年后，诞生了一款伪 3D 的伪第一人称游戏，1973年的《迷宫战争》。游戏的 3D 效果是线条巧妙构造出来的错觉，可参考网上各类的 3D 立体化。这是一款多人对战游戏每名玩家各自操控了自己的设备。如果你在迷宫里发现了一颗眼球意味着这是敌人，请设计消灭它。该游戏开发了观战系统，还出现了玩家作弊的情况，导致不得不去考虑反作弊了。游戏十分粗糙简单，没有可玩性，同样也不属于普通人能接触到的电子游戏。之后，由于街机流行，普通人可以游玩到射击电子游戏了。以13年后的星球战士为例，玩家负责保卫宇宙的5个星球和平。因为街机游戏玩家需要花钱买命，所以游戏难度还不低哦。在我用模拟器游玩时发现主角只能朝前后2个方向射击，当敌人飞得太高，只能试着2段跳能不能打到他。如果玩家一直不推进，敌人不仅会源源不断的刷新，时间一到，玩家还会立刻死亡。不同的星球会有不同的陷阱，比如这个星球就是坑，我第一次玩不懂直接被这虫吃掉了。如果逃脱时机不对，还可能撞上天上飞的敌人。至此，射击游戏已经具备了挑战性和可玩性。2年后，知名游戏《魂斗罗》诞生了。故事讲述2名猛男在2633年打异形的故事，玩家可朝8个方向射击。魂斗罗有横版和竖版关卡，配合上它的登录平台是在 FC， 可以和朋友一遍又一遍的游玩，合作通关，没有了死亡后花钱买币的那种心痛感更何况游戏还存在着秘籍呢。大家熟知的上上下下、左右左右、BA 的操作，就是魂斗罗的作弊秘籍，变成30条命。不过玩魂斗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按着开火键却开不了枪的情况，那是因为屏幕中只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子弹，这些子弹不消失你都不能开枪的。1990年，洛克人3推出，你每打赢一个 BOSS 都可以获得专属的武器，你可以用这一关 BOSS 的武器欺负另一关的 BOSS， 所以不同的闯关顺序会带来不同的游戏体验哦。游戏的跳跃还细分为大跳、小跳，开枪分为单发、连发。一款射击游戏可以玩，早已经满足不了玩家的需求了。玩家需要的就是多样性、挑战性，不断冲击玩家的兴奋阈值，追求的是更刺激、更新奇的游戏体验。提到刺激， 3D 总归比2D 更刺激了。1992年，一款名为《德军总部 3D》的游戏，它被人称之为是第一款 3D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可在我游玩的时候留意到，说是 3D 游戏，但是玩家不能抬头看，也不能低头看，你永远只能直勾勾的水平往前看，并且游戏永远处于同一平面，高度是没有变化的。游戏分辨率也很低，只能模糊的辨认出哪些敌人属于人，哪些敌人属于狗。再站远一点真就人畜不分了。但就是这么一款在如今看来没有意思的游戏，在当年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这款射击游戏是第一人称加 3D。1年后，该制作团队又制作了《毁灭战士》。游戏不仅提升了画质，更关键的是真正的加入了垂直方向的元素，战斗过程中可以有高度变化啦，这才是 3D 游戏嘛。多可惜的是，受限于当时的硬件设备算法和技术，我在玩《毁灭战士》时依然无法抬头或低头。但以我游玩的感受来说3D 代入感依旧强烈。时间来到1996年，街机神作《合金弹头》诞生了。游戏讲述突击队打叛军的故事。这款游戏优秀的攻击反馈让玩家感受到极强的射击打击感，主角靠近敌人还会自动用刀秒杀对方，还能解救俘虏老头。游戏有着多种可以开的载具，名为合金弹头的坦克还能跳跃、趴下。当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没投币之前，合金弹头的演示画面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简单投没币玩玩试试。掏空城堡后才知道合金弹头是吞钱生的，手残党是玩不起的。时间来到1999年，最早版本的 CS 出现了。此时的 CS Beta 1.0 只是半条命的一个模组，可它的出现却告诉了当时的世人，射击游戏打怪的快乐是短暂的，和真人斗才是其乐无穷射击游戏如果是 3D 加竞技，那就是大作，那就是好玩。进入千禧年，二星推出《侠盗猎车手》系列的首款 3D 游戏，3D 开放世界，自由的探索整个大地图。这时的 3D 已经可以实现影子之类的复杂效果，但此时的影子只是一团黑黑的东西，连影子的方向也未能跟随场景光源进行实时变化。这难道是程序员水平不行吗？不，
其实受到硬件方面的制约。当年家用电脑有256MB 内存就很强了，可是256MB 内存仅为现在主流手机内存的1/30罢了哦。注意啊，我是用手机去对比当年电脑的，所以造游戏啊得考虑到主流玩家能否带得动，硬件水平决定了游戏表现。游戏发展过程呢，可以体现得出硬件能力的发展过程。2002年，《战地1942》诞生了。这时的 3D 射击游戏完全可以模拟战争了。玩家在超大的地图里面体会到64名玩家竞技对抗，玩家可自由选择兵种。我当时玩都不敢相信，游戏里面居然能玩到医疗兵，我冲的还比突击兵更猛。在游戏里面，我们可以英雄主义，也可以和队友打配合。玩家还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的载具，坦克啊、飞机啊、船，这些都没完啊，还可以下载各种模组，体会到更多的地图、武器、载具。2004年，《孤岛惊魂1》，这回我就不解说了，大家感受一下。2007年，显卡危机登场。虽然它游戏性能爆表，虽然它的优化很好，但是玩家带不动了，因为主流配置还没跟上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。孤岛危机全方面领先于其他射击游戏，包括但不限于画质、音效、设定、物理破坏系统、细节等方面的提升。2009年，《使命召唤6》登场。当年我摘下耳机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居然在网吧打游戏，我不是在战场上打仗吗？射击游戏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，游戏就像电影一样，而我们化身成主角，亲自体验整个战役的过程。如今重新游玩，我依然为之惊叹了。我看见了我的战友受伤了，我看见了我的战友火力支援。我看见了我们中埋伏了。玩多了单人突突突的闯关模式，玩家是否有困惑？我的电脑队友似乎都在打酱油啊，他们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？这样是很影响我的沉浸感的呀。而2012年推出了《幽灵行动：未来战士》，强调战术行动，为了能够击杀多名敌人，并且还不暴露，玩家需要指挥电脑队友，以达到同时射杀敌人的目的。暗杀。游戏的枪械分为多个部件，改造自由度高。游戏中还出现各种高科技装备，比如敌人扫描器、光学迷彩等等。2015年，《彩虹6号围攻》发售。除了传统的画质、音效提升，它在过往的竞技对抗的射击游戏基础上，更加强调战术的重要性。地形破坏、情报系统、不断干预技能，游戏中你的每个举动都会影响竞技比赛的结果。2017年，《绝地求生》发行，它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吃鸡玩法。常规的射击游戏在竞技方面呢，同样的出生点，近似的起手物资，近似的进攻路线。而吃鸡玩法呢，将随机性和运气成分无限放大，每一局的游戏体验都会不同哦。再加之活到最后的紧张感，让人在决赛圈时能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啊！绝地求生的大火促使大批网吧个人升级电脑配置。我前面说过啊，游戏表现受制于主流用户的硬件水平，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射击游戏可以制作得更加优秀，也不怕玩家带不动啦。2年后，首款支持光线追踪的射击游戏《地铁离序》出炉了。以往的游戏都是简单粗暴的模拟光照，还不够真实，而光追可以真实的跟踪光线，因为是室内，所以摄入光线少，就会还原真实的暗度，射到物体上会有更真实的反射，比如可以实现照镜子的操作，一切都是为了更加真实，而真实是为了更有沉浸感。但是当时的光追拉胯只是开端尝试罢了。另外，光追是超次配置的，光追的发展速度其实还是得看硬件的发展速度的。比起光追，还有什么更能提升玩家沉浸感呢？它就是虚拟现实技术。VR 搭配射击游戏那更是一绝啊 ！VR 射击不仅仅是玩家所见到的场景更加真实，亲眼看到自己置身于游戏世界之中，玩家的身体还会和游戏角色高度绑定。当游戏角色需要蹲下时，玩家的身体真的蹲下；当游戏角色需要闪避时，玩家的身体真的需要做出闪避动作；当游戏角色需要捡东西时，玩家真的需要移动一下手臂。2020年的半衰期艾利克斯凭借着极高的画质、极强的互动性，凭一己之力拔高了 VR 射击游戏的水平。可以预见，未来游戏和现实将越来越难以区分。在进行总结之前，让我们最后再对比一次1962年、2001年、2020年的画面以及游玩设备。历经58年，射击游戏从最初造出来只为展示机器性能，到可以玩，到好玩，再到沉浸式畅爽体验，再到虚拟现实。
背后体现的是游戏色彩、光影更加真实，物理引擎更加强大，能够让事物有更真实的互动效果。游戏厂商的叙事能力达到了电影级水平。从玩家角度上来说，因为全程参与了互动，所以体验还超越了电影呢。回顾过去，畅想未来，未来的射击游戏会怎么发展呢？毫无疑问的方向是朝着更好玩、更真实的方向前进。或许未来的游戏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于头号玩家的绿洲，那个超级虚拟现实设备，那个可以骗过大脑，让人下意识分不出真假的游戏设备。不过，当射击游戏玩家混淆了现实与游戏，细思恐极。或许在那个遥远的未来，射击游戏将会受到约束禁止做得太过于逼真。不过那得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吧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点个赞支持一下哦。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聊聊对未来射击游戏发展的畅想。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我们评论区见。